大家好，比特币或者是不管什么投资，多数时间是孤独的，因为输钱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孤独，当你赚钱的时候，它也是基于90%的人在输钱，所以这2年什么大风大浪、大跌没有见过，而且这一次回撤从高点下来也不过才16%，相反的，金鱼又大举买入了6258枚。那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昨天比特币是继续下跌到，也就是最近是一直在判断，有可能比特币是在箱体盘整。那箱体盘整，你尽量以低吸为主。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一根下跌，现在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主力金鱼的钱包是买了6258枚，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要经受住整个市场的大风大浪。那如果连这种短期的波动或者是小小的下跌都承受不了的话，那2年之前的比特币2万开始买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面。当时这个位置，比特币下跌到那个硅谷银行倒闭的位置，下跌是近23%。如果连这种波动都承受不了，哪里会得来就是这一波大涨？手上是还有一大堆的利润，反正包括现货的话，我也是都是在持有。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比特币当时在这个区间，从3万美金。跌到25000美金，一次回撤20%，第二次也是继续从3万美金2次回撤到这个25000美金，也是20%，现在也不过区16%。如果连20%或者是30%的这种波动都承受不了，哪里会得来就是一大波比特币从底部？现在我是认为顶部还没有到啊。所以我们再来跟踪一下比特币 Top 100的钱包地址，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12的这一只传奇的，有可能就是主力金鱼的钱包。最近7天这2天是继续买入啊，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它 First In 第一次进入市场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11月份。那我们再点击这个钱包地址，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条蓝色的线。首一次创建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11月份，当时比特币价格是在15000美金，也是坚定的跟大家讲，发现好几只金鱼，反正这一只金鱼当时是买入了2万枚的比特币。然后我们看一下刚刚提到的，也就是你要耐住比特币的下跌20%，之前3万美金跌到这一个灰色的线哦，25000美金一次。3万美金再跌到这一个25000美金2次，那这一只金鱼，反正蓝色的线是一直在增加自己的仓位，就是在这个洗盘的区间，那是不是主力？完全有可能就是主力在这边吸纳，然后把自己的仓位增加到接近4万枚的比特币，以及灰色的线后面比特币涨到接近10万美金，这一条蓝色的线。它是一路在推升，每天每一次转入都是100枚，但是至10万美金以后的比特币灰色的线，就是这一个钱包地址后面是有减仓哦，所以也是跟大家讲过几次，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所以很多朋友最近在问我，那现在的比特币仓位应该要怎么控管？看个人的心态哦，或者是如果真的比特币有跌破10万美金，我手上是还有一些新的资金。也是准备，如果真的有跌破，到时候看要不要继续 all in 比特币。因为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段时间也是有跟大家提到，你可以看一下30号、一天的时间，它反正是又转入了，每一笔都是100枚的比特币。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那从最高点下跌也不过区16%，或者是这2天的下跌也没感觉哦。不过我的观点是，短线既然箱体是在盘整，那我们参考之前的经验，或者是这2天有跟大家提到啊，它这一次的低点，就是这个最低点跟前面的这个低点是更低，
然后 KD 指标是有背离，不过也要去留意，因为这两天是有提到啊，你要防它万一价格再下跌，就是这一个 MACD 指标，它对应的这一个最低点的位置下方的这个柱状并没有背离哦 ，MACD 指标是没有背离，只有 KD 指标是背离。所以那仓位10万以上的比特币你要控管的话，我的观点是也要留一部分资金去发，万一真的跌破这个箱体，我也不确定，但是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这个位置的箱体有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我们来看一下链上这一个 NUPL 指标，它在历史上抄底比特币跟逃顶是非常的准。因为看一下2019年当时比特币跌到$3000，然后这个指标来到接近负值下方，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底部。以及2015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来到$200左右，这个指标在或者是它显示绿色的信号，那你要大胆去抄底比特币。后面涨到顶部的位置，这个指标是来到正70附近啊，然后显示红色的信号，就是比特币的顶部。以及我们看一下2021年3月份比特币65000左右的时候，这个指标也是来到正70，显示红色的信号，就是它的顶部。所以我们看一下2022年的时候，当时2万开始抄底，那后面在2万到15000左右，这个指标是一直显示绿色的信号，然后涨到现在，我的观点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指标没有显示红色的信号，以及这个区间其实看指标也是很明显啊，它有可能全部都是在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上一次提到的这一个盘整区下沿的阻力，那现在价格下跌，不然短期观察一下，也就是这3根蜡烛的低点，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大约是在$3700附近，以太坊会不会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的支撑也是同样啊，也就是这几根蜡烛的低点，短期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支撑区。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